大家好啊，上一周也就是前几天我们刚才发的视频，对我们短期的交易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拆解，但是我觉得有些内容没有讲清楚，尤其是如果市场出现新低，意味着打破今年低点3600多那个点，那么会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那我们当下市场所面对的风险和困难有多大的可能去那里？我今天呢，跟大家从一个交易者的角度来对它进行一个分析。那好了，如果您看到了我们的这个视频，那我的频道呢，本来是一个以小众并不是以一个大众的，而是小众的视角，以交易者的这种视角和心态，用实践操作计划来向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频道。如果呢您觉得这个对您有利，那么请您订阅、点赞、转发。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视频。好，那我们知道上个月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跌。那么这个下跌之后呢，我们看到市场其实呢是出现了一些相对来说恐慌的情绪。那么这个恐慌情绪跟之前6月中的比，它还没有到极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多数的数据都是中性或者是比较弱。那其中有几个，一个是市场深度，市场深度在现在这个状态下是极其的低。那么这就意味着短期内这个地方成为底的可能性，或短期底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恐慌情绪暂时上来看还没有达到极值，但也进入了一个恐慌区间。所以如果这个位置上我们强行进行一个追空，那么所面对的这个风险比买多其实要高的，这是我们第一个结论。但是注意，周末的时候我又仔细的看了一眼，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后面会出现比较差的这种情况。那我们之前呢画了一条线，画在了个3920到3900之间的这个位置上，其实是跟大家把这条线画出来了。那么这条线画出来了之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条线跌破了，我们将如何去应对？那么这条线大家看到跌破了以后，我认为它很有可能要冲击之前的低点，也就是底部。那么大家知道，市场上出现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状况我们在上周吧，或者说我们在之前的几周中，在我的视频中呢，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个统计数字。那么这个统计数字是什么呢？这个统计数字是我自己就是发现了，就是一个内部深度增加。然后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了在 Sentiment Trader 上，它也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内部深度快速增加之后，市场成为底部的这么一个可能是非常的大的。那么我又看到它新的一个更新的话，是有一什么更新呢？就是短期内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不仅出现了这种底部的信息，就是说我们上一轮的反弹大部分股票都快速的推向了一个200日均线以上，或者说大部分股票推到了50日均线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买入。但是短期内呢，我们在上个月8月份的这个下跌，又把很多的股票快速的打到了200日下或者50日下，那么意味着短期内这个卖空的力量是非常的强劲。那么这两个信号完全的是一个矛盾的这么一个分析。那么一方面是认为底已经进了，一方面认为是顶才开始。所以这就是我们非常少见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行情。这个市场行情一定是充满了矛盾，它的交易难度一定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在一个单边的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中，其实判断并没有那么难，但是只是在这种环境下，对我们的交易来说，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好，我们再说，那么这个位置上为什么说如果要灌破了以后这个位置上灌破了以后，如果要是去快速的下跌，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因为这里抄底的人和这里面抄底被套的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大量的出仓，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些这个做多的人被套牢了以后，会形成一个做多力量不足，因为做多的人已经冲进去了，他们被套牢长期投资者没有多余，他只有必须得有上面的这个人割肉出来之后，才会形成新的一个买方的力量。那么这是从技术分析上说。那么我们再对比一下我们之前看到的，比如说2000年的这个情况，
那么2000年的这些情况呢，大家可以看到2000年的市场走势的话，它也是一个熊市，对吧？那么2000年的熊市是走了将近3年的时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经历2000年的熊市，因为我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但我亲身经历了2008年的。我们可以讲一讲2000年的这个熊市为什么会走得那么远？那么我们去看当年的这个走势，大家要注意，在2001年的9月份，2001年9月，这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下杀。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当时的911在2001年的9月份下杀之后，当然了，就是这个一般来说，美国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911它是下杀之后，它当时纽交所直接停了都有将近1个礼拜那么这个时候市场上一定会有反弹，因为这是一个所谓的爱国盘。那么这个下杀之后，就把这个这是一波下一波反弹一波下，本来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背驰的一个状态，就一下被什么呢？一下被打破了。那本来这是一个挺好的机会，一下被打破，打破了以后，那么它反弹就很弱了。为什么？因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受到打击，国家的整个政策都要发生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多头的信心被打击，那么这个时候再下杀，下杀之后大家注意，在01年为什么又要下杀呢？因为01年又出现了安然丑闻，也就是当时5大会计师事务所，现在变4个，这之前一个安达信对于那个安然公司的造假，那么也就是本来已经非常差的环境，大家对这些公司的财报都产生了质疑。大家知道，市场上最重要的其实是投资者的信心，不光是钱，还有信心。我对大多数公司，你的财报那基本面的分析，你财报都不靠谱，你基本面就没法分析，那么很多人就更没有人愿意进去买，所以又是一波下杀。也就是大家注意，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这个互联网泡沫是太大了。大家看这个简直是这个跟 A 股的走，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其实是一波熊市，是一个非常好的回调，它回调到了这个2600左右的。这个纳斯达克2600左右的话，其实并不是非常差，但是紧跟着一会就这个，你看经济上出现了问题，然后911，然后安能造假，那么连续的打击打击的这个情绪，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将近03年的时候，大家看02年底相当于02年底走了多少年？这个00年将近1年01年1年，02年1年，也就是差不多走出了将近2年半的这个行情中。最后才会什么缓速下降，这个下跌的能量，大家看底部背离出来了之后，MACD 回到0轴，再向下，又再次出现钝化和背离，那么这个速度慢慢下来才真正上结束。那么我们要看到，如果当下我们走向低点，而且走更长的一个熊市，我们需要一个类似于911或者是一个这个安然公司造假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再看08年，08年的时候是什么呢？08年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这样，也是一波熊市下杀，然后呢横盘之后又下杀，是怎么回事呢？又下杀之后反弹最后衰竭，这一轮的下杀，它是一个金融系统的整体的一个崩塌，那么大家看欧债危机，如果要是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系统崩塌，当时美联储没有一个 QE2 的这么一个计划，或者说欧盟没有最后坚持下来，或者说因为欧债的这个问题彻底垮掉了，那么这个下跌它可能这就是 A， 这就是 B， 后面还有一个大的那只是当时正支撑住了，我们有了一个新的非常大的一个牛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市场上牛熊就在一瞬间，就是在一瞬间。那么包括我们看到海湾战争这种，都是有些就是你如果当时支撑住了，那就是没有问题。但是还有97年的话，亚洲金融危机，其实97、98年这个金融危机，其实98年的这个相当于98嘛，98的这个金融危机，其实这下跌非常多，它也是从2000直接到了1300大家想想，这也是一个30%多的回调也是就是说，我们看到了美股特别长时间的回调，一定是美国出了非常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是欧债或者是亚洲出了问题，那么它会带来也是30%多的回调，而且时间相对短一些，但它也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外部刺激这是我们对于当下的这个如果破新低，它需要的我们需要一些催化剂。那么我们看到催化剂在哪？第一呢，就是
新闻中我没有看到除了政治的一类的，说我们看到这个market 这些新闻中重要点，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刺激计划，我们看到了包括对清零啊、封城啊，现在是越演越烈。那么这对经济应该说是致命的打击，致命打击。当然，我不愿意评论政治方面的一些东西。那么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如果经常没事就封城，或者说封得太厉害，我也不认为这会成为一个常态。因为当经济崩塌的时候，任何的政府都会面对统治的危机。不管你是民主政府还是非民主，还是你什么姓资还是姓社，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的崩塌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后续影响，而长时间的这种封城会造成整个劳动者或者说社会经济上面大家的预期和最后的消费习惯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所以这整体上来说，我们要看这一波中国的经济的寒冬能否扛过去，而它一定会大幅的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那么还是那句话，中概股的后期走势我是看好的，因为这个刺激会刺激到他们，这是第一。第二点的话，我们看到欧洲也不消停欧洲现在又面对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面对了一个通胀非常高，同时能源不足，缺水、缺电、缺煤气，然后整个这欧洲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于崩塌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我看到好多新闻，包括比如说 bankruptcy risk seeing higher for Europe's islands this winter。那么这些大家没时间出去，还有就是大幅的这个各种的这种影响那么整个的今天又包括欧佩克准备减产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大多数的消息对于欧洲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利的。那么整个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这个消息这么不利欧洲消息不利，那么欧洲的面对的是很多的危机，而且欧洲的这个欧债风暴所影响的一些国家，他们的经济一定会出现新的问题。而这次受害者对于俄乌战争或制裁俄罗斯能源上受影响的国家，反而是这些这个欧洲经济比较强劲的公司，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他们还有英国我们先说，就是英国也不能不管它也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如果世界上仅仅是美国独大这个欧洲不行，然后中国也出了大问题，大家再看日本现在那也是指不上所以说如果欧洲和亚洲同时爆发某一种危机，那么对于全世界来说一定是一个98年的那种回调，或者是我们看到的欧债回调，就是至少要碰这个低点。这个低点呢就是20%，然后呢纳斯达克低点是已经负30%了。那么会不会再牵扯到美国，或者把美国也卷进去呢？那么要看整个的危机的爆发程度，整个危机爆发程度。那其实我还给大家再想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个短线的话，如果我们昨天也就是上一个交易日周五的时候，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就是其实有时候就是一瞬间牛熊的一个改变。大家看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cup handle 的一个形态。如果当时没有一个利空的消息，那么这个地方一旦有一个向上的突破，那么很多因为周五其实大量的空仓要平仓，那么而且现在市场上空仓的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旦出现排空的话，那么就也许是周五就形态就完全不一样，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阳线冲上去，但是呢出现了一个卖空之后，整个市场走出的是一个阴线为主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到市场是具有极强的随机性的，也是走势到消息才到，所以我们不是去拿消息去讲所谓的走势，而是走势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潜在的问题，对它进行应对。所以我们可以看下周的这个走势，如果各个地方我们这次所有的危机能安然度过，我认为今年的低点就是已经出现了。我如果要是出现任何的大的危机，是一个非常难应付的危机，市场还有一个新的比较大的这个下跌甚至于更可怕的，它是时间的要拉长。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再出现更大的一个回调下跌，你手中的现金将为你带来非常长的很多年数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就是一个遍地黄金的时代了。那个时候我们再说。所以说我们既不能幸灾乐祸，也不能过于悲观。
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所以这就是把没有补充完的地方给大家补充完。好的，如果大家喜欢视频，请别忘了一键三连，还有就是下面的链接，如果用我的链接开户呢，可以送您3个月的这个 TradingView，让我开发的简单交易系统。好，那么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